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飓风贝里尔正朝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逼近，当地当局已开始疏散风暴路径上的居民，预计飓风于周五抵达。接下来这条，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表示，央行需要进一步确信通胀将回落至 2% 的目标，才会进一步降低利率。接下来，沃尔格林首席执行官蒂姆·温特沃斯宣布，公司 25% 的商店表现不佳，将采取措施，包括关闭部分商店。由于沃尔格林是许多社区中唯一的药店，因此该计划可能对低收入社区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关注，过去2年标普500指数飙升 45%， 引发其走势的辩论。多头认为美联储可能今年降息2次，以提振经济和企业收益。因通胀下降，截至5月，消费者价格上涨 3.4%， 为3年多最低，收益已开始上升。标普500美股收益一季度同比增长 5.9%， 分析师预计本季度将增长 8.8%。 接下来，加拿大政府即将批准佳能可收购泰克资源公司冶金煤业务的交易，但附有若干严格条件。下面这条，三星电子估计其第2季度营业利润增长超15倍，原因是人工智能热潮推高了半导体价格，抬升了1年前的低基数收益。下面这条，2023年，黑客窃取了 OpenAI 的内部信息，了解了其 AI 技术的设计细节。该事件被告知员工和董事会，但未向公众公开，因为未窃取客户或合作伙伴信息。下一条，印尼大量成熟森林被砍伐后闲置，专家认为这些土地有潜力用于扩大力农业、棕榈油等商品生产，而无需砍伐更多森林，以满足公司和政府对无毁林产品的需求。下一条，油价周五亚洲早盘微幅波动，但有望连续第4周上涨，并保持在4月底以来的最高水平附近，因预计夏季燃料需求旺盛且供应担忧。让我们关注，黄金受美联储年内降息预期支撑，连续第2周上涨。服务业数据表现疲软，劳动力市场降温，预计通胀将继续缓解，美联储可能降息，提振黄金。下一条，加拿大宣布将严格审查关键矿产生产商的重大收购交易，除非在最特殊情况下才予以批准。政府认定铜、锂和镍等31种关键矿产对现代技术和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下一条，比特币在全球股市屡创新高的情况下，连续第4个交易日下跌，加密货币抛售加剧，比特币一度暴跌 5.6%， 创下2月份以来的最低点。截至新加坡时间周五上午11点20分，报$55,500美元左右。以太币和 XRP 等小币种跌幅更大，有的甚至超过 10%。 接下来，阿富汗邮政正致力于现代化，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安装信箱，取代祈祷付款系统，同时提供电子商务和在线购买服务。接下来这条，英国工党在过去10多年的反对后再次执政，凯尔·斯塔默成为首相，但这意味着他将面临着恢复停滞不前的经济和振奋国家士气的艰巨任务。最后一条，中国在山东建设了中国最大的储能设施，容量为795兆瓦，可为15万户家庭供电1天。储能行业在中国快速发展，但由于低利用率和运营商亏损，需要改革定价机制和技术改进。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